延续上一支有关于财富自由需要多少钱的影片，那么今天这一集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股票投资是我们获取财富自由相对比较容易的选择，以及我们又应该怎样投资法才能够在获取可观的收入同时降低风险呢？那如果看到最后的话，我会给你赠送一个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让你可以快速掌握财富增长的投资思路。那说到这一点呢，我想要和你分享的就是股票呢是我们投资当中最基础的方向之一，因为很多的金融商品都是绕不开股票的。比如说你把钱存在银行做一个定存，或者是拿去投资某档信托基金，甚至是买一个保险都好。那你知道这些机构最终会把你的钱拿去做什么吗？没有错，他们还是会把它拿去投资股票，或者是其他的债券、商品类的东西的。所以当你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呢，也不免会看到他们的投资方向当中呢，也会有股票或者是其他权益类的组合在这个里面的。还有呢，包括你购买的房产信托基金 REIT， 其实呢，它也是用了和股票相同的证券化的方式来去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流通在股市上面给大家做交易。因此呢，即使你不投资股票都好，你也必须呢要对股票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的。再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股票投资产品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用的苹果手机听的 Spotify， 用的微软办公软件、谷歌浏览器、喝的星巴克、刷的 Visa 金融卡，甚至是你现在看着的 YouTube、Netflix 等等，背后呢都是有一家上市公司。所以说呢，与其消费，不如我们去投资它们。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来说，我们投资股票的原因呢，就是可以透过低门槛的方式呢，去接触这些优秀的公司，并且去分享他们的成果。根据西格尔教授在《股票长线法宝》这本书就有做了一个统计，如果呢你从1802年就200年前，你花1块钱去购买股票，然后将投资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再投入于股票的话，那么到2006年呢，你的总资产就会积累到1270万美元的。而如果呢你是投资债券，那只能够得到18235美元。而如果投资黄金的话，就只能得到32.84美元的。所以呢，通过通货膨胀的这一个调整之后呢，这200年呢，你实际的获得呢，依然是高达75.5万倍的。这呢都远高于债券、国库券、黄金，甚至是现金资产的。所以从这200年的历史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叫做零敌效应。也就是说呢，一样东西呢，它存在的越久的话，就代表它消失的可能性就越低，同时呢，也就更加的稳定。所以说呢，投资股票呢，它就是一种长期最具增值特性的一个资产。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不同的资产，它们分别的回报和风险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现金了。那现金的风险系数呢，当然就是最低的。那虽然你的钱呢放在你手上，它不会不见掉，但是呢，通货膨胀呢，它会偷吃掉你的这个钱的购买力。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债券，也就是呢，你借钱给政府或者是一些机构，那就会比较安全一点。它每年呢会给你固定派一个利息。那再来呢，就是贵金属，比如黄金啊、白银等等，那就会有一点点的价格波动，但是呢还是蛮保值的。那么再来就是指数型基金，也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在一起投资，那相对的比起单一的股票，它的风险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再来呢就是个股，那相对于这个指数型基金呢，它的风险会再高一些，但是呢它的回报是不上限的。然后呢就是房地产。那么最后呢，就是最高风险的加密货币，还有其他的投资。OK，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房地产的风险会比起股票投资来的高呢？因为当你在买房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你是必须要付贷款去买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开了至少5倍的杠杆去做这一项投资。那如果你是自住的还好，那如果你是投资，万一租不出去，市场不好，或者是呢你租出去也 cover 不了房贷的话，那其实你还是亏损的。而且呢，就算你打算卖掉，你也是需要一段时间。而如果没有人买，还是还不起房贷的情况下呢，最后呢，你是有这个破产的可能性的。所以相对于股票，只要你不借钱去投资，不开杠杆，那风险呢是比起房地产还要低很多的。而且呢，只要人类持续的发展，那么股市就会持续的上涨。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人类进步呢是由科技来主宰的。当一家公司呢，它开发了一项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一个产品，那么呢，它就会透过商业化的方式呢去普及大众，而这自然的就会让它进入到这个资本市场里面，也就是牵涉到上市和股票投资的交易了。所以你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只要人类继续的发展，那么股市呢就会持续的上涨，因为呢钱是会一直印的，自然的就流入到最具增值空间的这个股票市场。所以整体长期来看的话，股市的这个财富呢是持续的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转移掉的。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选对市场，那这一点呢我等下会说到。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来说，我们投资股票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透过低门槛的方式去接触这些优秀的公司，并且分享他们的成果。那这边呢我也来和大家说说有关于股票的亏损风险。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对标美国股市的标普500指数，虽然呢它的平均回酬呢很高，但过去呢还是有试过一年里面呢跌幅超过40%的。那乍看之下，股票投资貌似它的风险非常的高，但其实如果你使用正确的策略来去降低风险，那其实在任何时期呢你依然呢都可以保持获利的。那首先第一点呢，你要选对市场。目前呢，你可以去想想看，现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到的品牌产品，比如苹果、特斯拉、谷歌、微软、星巴克等等的，他们大部分的公司呢，都会选择在哪里上市呢？ A few moments later， 没有错，就是美国股市。而目前呢，美股的市值呢，也是占据了全球股市的58%的。意思是说呢，大部分的资金都会流向那一边。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美股回酬率呢是比起其他的市场是来得更加的高的。这也就意味着投资美股呢会更加的稳定，胜率也是会更加的高的。第二点，持续买进，你没有听错，就是越跌越买，越跌越买。啊，这样啊？那万一我遇到市场不好，比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或者是2008年的次贷风暴怎么办？答案非常简单。同样的就是持续的买入。那这边呢，我就以这个日本股市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在过去33年，如果你在1989年的高峰时期呢，投资了$1000在日本股市里面，那么今天呢可能只价值$690。然而，如果你一直持续的投资，每年都投资$1000，在过去的33年里面，那么你投入的总金额将会是$33000的。那么今天的价值呢，将会来到$59000。这虽然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回报，但这肯定比起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透过通货膨胀呢，慢慢的把你的钱给偷吃掉更加的好。所以说呢，只要你选对市场，坚持投资，让这个时间来去发酵，那么股市呢，长期之下肯定是可以帮助我们普通人达到财富自由的。第三个方式，债券组合。那么第三个降低风险的方式呢，就是添加国债在你的组合当中。那么债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规避风险的工具，因为它除了每年可以获取利息以外，它的波动性也相对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和股市表现是相对脱钩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一张图表，债券的比例越高呢，最大的回撤风险就越低，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获利空间的。你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的增加你的债券比例。比如在20岁的时候呢，90%的股票，10%的债券，然后30岁的时候呢，就是80-20，然后在40岁的时候呢，就是70-30，50岁的时候呢，就60-40，以此类推。总结来说，你只要选择对的市场来投资，并且持续的买进，再搭配这个债券在你的组合里面，就可以让你稳定的透过股票投资达到财富自由了。好，那这边来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投资个股而不是 ETF 的原因。那么主要有2个原因了，就是它可以让你避免高点买入，避免不良企业的影响。因为 ETF 它是一篮子的这个企业嘛，所以可能里面有掺杂很多它已经在衰落的这个夕阳企业，它的
这个业绩啊，或者是它的科技已经很老旧，已经被新进者已经被取代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股价下跌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组合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投资的回酬率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高。而且还有很多可能情况下呢，你的这个ETF 呢，它可能你买到高点，然后下一年的时候它就下滑了，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情况出现。那如果你投资个股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股价它在很高的情况下，你把它给卖掉，然后呢，在低点的时候你再持续的去买入。同时你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些不良的企业，因为你自己可以选择好的公司来买。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加速你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因为呢，它的这个回报空间呢是不设限的，它不会卡在10多%，就这样而已。它会可能是50%，可能是100%，可能是翻10倍、100倍都是有可能的。那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哈。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来对比美股标普500和其他就是好的公司，如果你选到它投资的话，它的这个回酬率的这个状况是怎样子的。好，现在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标普500的这个表现。那假设同样的，我标普500投资$1000每个月，然后呢持续10年，从2013年到2023年。那我的这个收益的状况是怎样子呢？我收益是$7万多，然后呢，我的这个投资回报是100多%。如果定存的情况下，我可以得到这样的回报。但是如果投资个股的情况下呢，10年的时间，同样的$1000每个月，从2013年到2023年，那我的这个回报呢是30多万、38万，接近40万。然后呢，我的这个回报呢是1000多%，也就是10倍。然后呢，这个是100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你投资指数对比的投资个股的话，你选到一家好公司，它的这个回报呢是差了整整10倍，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投资个股的原因。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公司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是投资 NVIDIA 的话，同样的10年的时间，它的回报呢是300多万，然后呢，它的这个回酬呢将会是1万多%，也就是100倍。所以如果你投资到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你持续的投入的话，你可以得到的这个回报呢是100倍，肯定就是无后顾之忧，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退休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就是你1万块你投资这家公司的话，它就变成100万了。10年的时间让你从1万变成100万，你愿不愿意？我相信没有人会反这个观点，对吧？假设我们没有选到这样厉害的这个科技公司，我们选的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公司，比如说麦当劳好了，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公司，很知名的一个公司，但是它的股价表现可能都没有出现大家的视角里面。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回报是多少，它也可以让我们赚到10万的这个美金，然后呢，它的回报也是超过标普500的，因为它有180多%，而标普500呢也只有160% 而已。麦当劳的话，它的股价收益呢是185%，这还不包括它每年有定期派息的这个金额。如果它派息加进去的话，那可能呢就是200多%、300多%也说不定。但是呢，如果你是投资标普500的话，只有100多%而已。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选择投资个股的这个原因，因为呢，它可以帮助你加速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因为它的这个回报呢是不受限的。假设你今天呢1万块投资到一个像 NVIDIA 这样的一个公司，你定期投10年之后呢，1万块呢就会变成100万。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如何透过股票投资降低风险，并且有策略性的达到财富自由的相关教学。那希望呢对你有所启发，让你对投资和资本运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那关于财富自由的这个分析影片呢，大家也可以看看我资讯栏里面的几集哦。OK， 那边都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分析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呢，也欢迎你来免费下载我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快速的掌握财富增长的投资思路。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